大家好，这里是穷奢极欲，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。中国近几年掀起报考公务员的热潮，这波考公热被称为现代版本的科举考试。在当前的中国，公务员背后安稳的生活轨迹正受到广大群众推崇。相对之下，日本却是另一个极端。该国报考公务员的人数逐年减少。以2023年的数字来看，国家公务员综合职位考试只有 1.4 万人报名，人数来到历史第二低点。即使考上了，后续的离职人数也逐年上升。本期影片就要来聊聊，为何日本优秀的年轻人逐渐背离公务员这类铁饭碗工作。33岁的近藤麻美是日本一座小城市的基层公务员，面对镜头，她忍不住抱怨，在这个僵化的系统中，哪怕买一支自动铅笔，都要经过层层审批，经过系长、科长与会计报备后，花上将近1个月的时间才可以买到。这是2023年日剧《重启人生》中的一个桥段，也是该国基层公务员的日常面貌，引发体制内人员的强烈共鸣。而在现实中，日本公务员正过着这样的乏味生活。日本放送协会 NHK 曾有一份专题报道，追踪拍摄厚生劳动省一位公务员的一天。主角是31岁的吉川柚子，他服务已有6年时间，主要负责食品安全的相关问题。而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，他的职责范围还扩及边境协调，协助防止疫情扩大。在镜头的记录之下，吉川一早就进入工作状态。他当天主要的工作是陪同厚生劳动大臣前去国会，接受议员们的质询。吉川不只要为大臣准备资料，自己也要应付议员们的质询。由于互动都是面对面进行，吉川当天搭乘2次地铁，来往通勤厚生劳动省所在地霞关以及国会所在地永田町，光是移动时间就超过1个小时。差不多中午结束陪同任务，回到办公室后的吉川，连午餐都还没吃就继续埋头工作，一路来到晚上6点。按照表定规范，这是公务员正常下班的时间，但吉川当天的工作只完成了一半。他晚上6点半到7点半还要开会，8点接续整理资料，9点还要向直属上司汇报当天国会质询的一系列事宜。晚上10点，大半天空腹的吉川终于能吃到便利商店的微波食品。即使如此，他还不能休息。吉川习惯一边吃饭一边确认邮件。以他的工作岗位来说，一天收发的电子邮件数量可多达500封。一路来到凌晨12点，吉川要把一整天经手资料列印出来。凌晨1点半，他还要向上司报告其他的工作内容。一直来到凌晨2点半，吉川终于结束一天的工作行程，可以离开政府大楼搭计程车回家。但他这样还不是最晚走的人，在灯火通明的办公室内，吉川的主管与一些同事仍留在原地加班工作。在日本，由于国家公务员不受劳动基准法的约束，所以超长的工时并不违法。这整段过程也让日本过时守旧的文化暴露无遗。由于霞关的特色就是纸文化，尽管日本当局已推动无纸化作业，但吉川身边的一切事物却几乎离不开纸本，这也增加了无谓的工作量。吉川每天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将电子资料列印并手动整理记录，许多文件都得逐级给长官签名审阅。吉川的案例并不在少数，在日本每天都有无数公务员在疲惫地跟时间赛跑。对此，有专家分析指出，日本公务员加班时间这么长，不只是因为工作量大，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来自效率低落的工作方式。就像刚刚提到的，许多政府部门还未落实电子化办公，低效流程严重拖累了办公效率。与此同时，许多职位的国家公务员还得应对麻烦的国会议员，不只要到国会接受议员质询，还要编制政府报告。更糟的是，议员经常拖慢进度，一直到前一天深夜都不提交隔天提问的问题，导致国家公务员被迫加班到深夜，以准备议员提问内容的资料。因此，不稳定的超长工时，加上义务加班的黑暗现实，让日本中央政府所在地的霞关被年轻族群封为黑色职场。在日本，公务员主要可分为国家公务员与地方公务员2套体系。国家公务员隶属中央政府与半官方机构的独立行政法人，例如国立印刷局与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等等，而前面提到的吉川就属于这类角色。而地方公务员则隶属地方公共团体，如都道府县与世町村。开头介绍的日剧《重启人生》里面的近藤麻美就属于这类。以上这2套体系各自招考，国家公务员由人事院负责，地方公务员则由地方政府各自主办，考上后都不得转任。
而在当前，日本国家公务员被视为精英阶层，待遇跟条件都优于地方，通过考试的录取者在资格有效期限内都可以向属意的机关应征职缺，任用率大约落在4到7成。没录取的话，考取资格仍保留3年，如果拖到效期过后，就得重新参加考试。而地方公务员发展潜力较差，待遇条件都不如中央政府与民间企业，加上来自其他地方的竞争，考取者原则上都会获得任用。看到这里，可能有朋友好奇，日本公务员这么不受年轻人待见，他们的真实收入到底多少？事实上，日本公务员的待遇并不算差，如果考取国家公务员，甚至比许多企业雇员还高出一大截。2019年的资料显示，日本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年收入为630万日元，民企职员平均年收为436万日元，不仅收入更高更稳定，其他福利待遇更不用提。长期以来，日本国家公务员的综合职位是中央省厅的储备干部，因此被理解成精英官员，也被外界当作风向球，用来衡量公务员这个身份所受求职人欢迎的程度。然而，近年该职位的报考人数不断减少，在2012年时，全日本共有23000人报考，到了2023年，报考人数只剩下 1.4 万人，10年间减少了快要一半。如果从录取者出身的大学来观察，2023年从东大毕业的合格者只有193人，首度跌破200人大关，在过去10年砍半，更是日本有史以来最低的数字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东大法学部的毕业生往往以公职与教职学者为目标，如果前去民企就业，还会被同才笑视降级。但现在早已今非昔比 ，NHK 曾前往东大毕业典礼，现场对毕业生展开访问。结果问了10几个人，竟然没有一人想报考国家公务员。NHK 最后终于访问到一名毕业生，他贵为当年度东大榜首，虽然考取综合职位，成为准精英官员，但最终却决定去一间私人顾问公司上班。这名学生坦言，家中就有几名亲戚担任国家公务员，经过长期观察后，得出以下结论：日本年功序列文化，只重视年资，不重视能力，公务员体系更是僵化。刚入职的前几年，不管能力多强，都处于非常底层的状态，时常要忍受前辈的使唤。职务上来说，至少要撑过8到10年，升上科长辅佐后，才可以摆脱这种困境。而他本人完全不打算浪费时间，因此最终决定前往私人企业，凭借个人能力争取属于自己的地位。除了严重的加班问题，日本公务员的离职率也越来越高。一份调查显示，日本30岁以下的男性公务员中，每7人就有1人表示将在1到3年内辞职。在当前的日本，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当局试图改变职场环境，借此吸引并留住人才。目前听起来最有诱惑性的政策，可能是处于研拟阶段的周休3天制，以及其他类型的弹性上班制。但看在不断义务加班的公务员眼中，从根本解决低效的工作体制，或许才是根治之道。好了，这集的重奢就到这里。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，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，也欢迎追踪我们的脸书与 IG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